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长空之王首日票房拉垮，顶流王一博扛不起票房。今年5·1档的种子选手，一定非长空之王莫属了。然而，首日票房却非常拉胯。根据猫眼上的数据，首日票房仅只有7562万，这里面还包括预售时候的6000多万。也就是说，在上映首日，这部电影的票房也仅只冲刺了1000多万。更可怕的是，这部电影的上座率只有 7.7%。远远低于这么多年的 28%， 以及人生路不熟的 18%， 远远对不起 38.7% 的排片。有的网友可能说了，长空之王的排片都是大厅，座位多了上座率就少了。但是你再看场次人均，长空之王是 12.5%， 同期上映的其他2部电影都在 20% 以上。不比不知道，一比真的是大跌眼镜。可见，这部电影最大优势也就是预售时候，粉丝冲的几千万了。一到正式上映，就原形毕露了。在想看人群中，女性群体也占据到了 75%。可见，王一博的粉丝也是尽力了。要知道，这部电影原本的预测票房可是接近10亿的，如今猫眼上的预测票房也改成5亿多了，直接被腰斩。这部电影是韩寒监制的，还有顶级流量王一博、周冬雨、胡军等人气明星的加盟，上映之前更是一水的好评，但为何票房这么拉垮呢？是市场的原因呢，还是电影本身的问题？顶流王一博扛不起票房，首先是电影题材的原因。电影是一部偏主旋律的电影，讲述的是试飞员的成长故事。主人公是王一博出演的雷雨等优秀的飞行员被选拔成为了优秀的飞行员，在队长张挺的带队指挥之下，完成了最新型战斗机的试飞。任务逐渐升级，试飞员们也在和死神做着生死斗争。电影筹备了3年时间，导演有一位朋友是个试飞员，在试飞任务中牺牲。导演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们了解到试飞员这个群体。这个职业距离观众们还是太远，很多观众们不了解，也很难做到共情。这几年的主旋律电影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也都是和战争挂钩的，比如战狼系列、红海行动、长津湖系列电影等，让观众们觉得很有戏剧张力。甚至流浪地球2都加入了很多空战的大场面，也成为了吸引观众们走进电影院的卖点。哪怕不了解军事的观众们，也都看得很过瘾，至少能够坐得住。而其他单纯讲述军事的，通过军事专业人员的检验是基础，其他的人群感兴趣的都会去看，不感兴趣的也会觉得没有意思，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别的不说，就拿这部电影和其他2部小体量的电影对比，这么多年是立足于少男少女的爱情片，是有固定的受众群体的，也是情侣约会观影的刚需。而另外一部电影《人生路不熟》是喜剧，主打从头笑到尾，全民皆宜，自带流量和票房基础。相比之下，长空之王在题材方面虽然硬核，但是在受众层面就比较吃亏了。主演王一博是一位顶级流量，这几年因为《陈情令》大火，圈了一众粉丝，也成为了影视剧的常客。今年的春节档，一部谍战片《无名》上映，斩获了 9.3 亿的票房成绩。
对于长空之王来说，首批的观众们应该都是军事迷。这群观众们虽然对饭圈不关系，但是对于出圈的新闻还是了解的。流量明星们演绎偶像剧尚可，自有大把的粉丝支持。但是，一旦牵扯到这种严肃硬朗的军事题材，就不要怪大家拿着显微镜看待了。长空之王首日票房仅7000多万，在暑期档来临之前的一个开胃菜，也就是也比较令人期待的五一档已经到来，多部国产新片选择在这个档期上映，其中有不少都具备创造高票房的能力。4月28日是今年五一档的第一天，这一天国内市场上映的新电影数量多达10部，他们在当天累计收获了近2亿人民币票房，其中有王一博领衔主演的空军动作题材电影《长空之王》拿下了日票房冠军。在正式上映之前，拿下了日票房冠军的《长空之王》就一直都是今年五一档最令人期待的电影。该片曾被国内观众比作由汤姆克鲁斯领衔主演的《壮志凌云2》。要知道，《壮志凌云2》的全球总票房将近15亿美元，并以此成绩成为了2022年的全球年度票房亚军。这足以看出观众们是有多么看重《长空之王》。《长空之王》是由并不怎么出名的导演刘晓世执导，王一博、胡军和于适联合主演，周冬雨特别出演。主要讲述了雷雨、王一博士等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正式成为了我国新一代试飞员。他们在队长张挺、胡军士的带领下，参与到尖端新式战斗机的试飞工作中，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成长的故事。只是看故事情节，《长空之王》与去年上映的《壮志凌云2》的确是很像，不过相比之下，他们之间的质量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其实一开始，从各方面都能够看出，《长空之王》在国内绝对具备很强的票房收割力。映前该片的预售总票房突破了1亿人民币，还有它的平台想看人数也达到了140万人次。有人因此预测这部电影的最终总票房至少能够突破10亿人民币，更有人预测它的票房会在20亿人民币以上。因而，演员王一博也具有了一定的票房号召力。不过这一切还只是预测，当影片正式上映之后，它的首日票房成绩其实并不是很理想。上映的第一天，《长空之王》只收获了7000多万人民币票房，竟然没能破亿，甚至还不如日本的2部动画影片《铃芽之旅》和《灌篮高手》。不理想的首日票房成绩，也直接使得影片的预测票房大幅度下滑，从一开始的10亿直接降到了不到6亿。通过观众们的评价来看，《长空之王》的口碑还是比较不错的，它的剧情很燃，而且还有泪点，让人热血沸腾又让人很感动。如此好的口碑，首日票房却不理想，原因可能是不少观众都在观望，毕竟王一博还是一位演技备受质疑的流量演员。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